恭迎穆总回国。6年前救我的女孩找到了吗？九爷，还没找到。我跟你说，九爷有洁癖，你一定要离开人，不然你会死得很惨。哎，就是，我听说上次有人蹭了九爷皮鞋，直接被送到非洲去了。那就给我继续找。你给我记住，他救过我夫人的位置，只能是他的。爸爸，彤彤终于找到你了。坏了坏了，九爷肯定要发火了。哎，小朋友，跟我走啊！爸爸，你要始乱终弃吗？爸爸，爸爸，放开他！彤彤就知道巴总爸爸不会不管彤彤的。巴总爸爸好帅，么么哒。九爷，这小孩和你长得好像啊。不可能，这孩子应该是跟父母走散了，可他给我的感觉怎么这么熟悉？宝贝，你爸爸呢？叔叔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呀？巴总爸爸不用担心彤彤，彤彤没有迷路。彤彤给你做个记号，以后你就是彤彤的2号爸爸啦。好啦，大功告成，彤彤先走喽。为什么我会很高兴成为他的2号爸爸呢？九爷，九爷，用嘴吧。追什么追啊？我和那个女人结婚3年了，我可都一直在国外，我也没有碰过别的女人吧？怎么会有孩子？会不会就是当年救你的那个姑娘？不要过来！对不起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立刻封锁这里，把孩子跟他的母亲给我找出来。是。2号爸爸即将搞定，很快我就能给猫咪集齐364个爸爸啦！哎呀，彤彤的病好像又加重了，得加快找爸爸的速度了。这样，等彤彤去了天堂，就有好的爸爸陪着妈咪啦。妈咪，吃糖糖。谢谢宝贝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咱们江州首富穆九成好像回国了。这里是1000万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蛊惑我爷爷逼我跟你结婚的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3年之后，你必须跟我离婚。穆九成这是要回来跟我离婚了？又帅又有钱，可真是极品男人，好想嫁给他呀！你们就不要惦记穆九成了，他是我妈咪的了。不是，小孩乱说的啊。好了，不闹了啊！等等，木市地上有个活你要接吗？今天晚上7点在夜色会所。你又想使唤我妈咪干活是吧？哎呀，姑奶奶，你就让你妈妈跟我去一趟夜色会所吧。人家穆氏集团的副总都说了，必须点名见他才能签合同的。哼！晚上呢，就让你陆叔叔陪你，妈咪晚点回去啊。好烦。哎呀，来，告诉叔叔，刚才是不是又偷偷跑出去给你的妈妈挑老公去了？哼，要你管？哎，那你说我有没有资格当你妈妈的老公啊？好歹咱大舅也是个总裁呀。你还总裁呢？撑死就是个小破老板。放我下来！哎，好，拿你的糖。妈咪这种野兽，这会所也太危险了。不行，彤彤得保护妈咪去。九爷，那小女孩没找到，这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，简直就跟设计好的一样。那就继续找，1周之内找不到人，你们都去非洲挖矿。是，九爷。对了，今晚7点，老太太在夜色会所给您安排了相亲，对方是白家大小姐白莎莎。婚都还没离呢，奶奶就这么着急？老太太说，如果您不去的话，她就绝食自杀。妈咪，我一定暗中保护你，谁也别想欺负你，嘿嘿。
来来来，22年的拉菲，尝一下。穆总，你看咱们这个合同什么时候签？暖暖，别着急嘛，喝了这杯酒，合同我立马签。来，哎。胆小像个穷鼠，肯定在酒里加了东西害我。不行，我得救妈。是2号爸爸，今晚就让他优胜救美吧。不好意思，穆总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先去个卫生间。哎呀，你不舒服呀？哎呦，我还帮你看一看。没事儿，我去个卫生间就好。听着点儿，安暖，今晚老子玩定你了。小男孩，你找我有事吗？啊，猫咪果然被下药了，连我都认不出了。妈咪别怕，我给你选了一个全宇宙最帅的2号爸爸，能救你。你说什么？哎，快跟我走吧。人呢？让他跑了，弄得会扒了我的皮，快找！九月，白小姐到了，我去接一下。爸爸，我终于找到你啦！这个继言接人怎么这么慢？妈咪加油！耶！我一直站在这等待。二号，她是这里的小鸭子。又是一个为了接近我不择手段的女人。出去。好热，救救我！不救，滚！你好帅呀，让我亲一口，我点你的菜。这香味怎么这么熟悉？不要过来！对不起。2号，你是不是不行啊？不行，我就换。这个是你自找的。小朋友，有没有见过一个漂亮的女人从这儿经过？谁是小朋友？叫我总裁大人。啊，那个漂亮的姐姐往那边走了。谢谢总裁大人。哼，还想害我妈咪？给你摔个大屁墩儿！穆总，啊，九爷竟然开窍了，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白小姐知道。怎么了？白小姐，九爷今天不能见你了，他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。什么重要的事情？能比我相亲还重要？哎，白小姐，怎么是他？贱人，老娘给他下的药，竟然被你给抢先了。6年前他不是跑了吗？怎么又出现在九晨身边了？
辰身边有个叫安暖的女人，我需要她所有的资料。6年了，我好不容易快成为穆夫人，所有阻碍我的人都得死。该死的穆大人，敢给老娘下药！这要让穆九成知道为啥戴绿帽子，非得弄死我不可。还好我睡的是个小鸭子，他每天接那么多客人，肯定记不住我。这是会所的服务员吧？穆大人那个混蛋，敢给老娘下药，我得让你出点血。那个，我的消费记在穆总账上啊。哎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季言，是里面那位的助理。原来这人是2号小鸭子的助理，干你们这行还要带助理的？当然，工作太多，忙不过来的时候，我可以帮他分担分担。你还帮忙分担？现在小鸭子这行都这么卷了吗？这个小费，2号服务不错，5星好评啊！你这小身板，以后就别帮我分担了。走了。我怎么感觉哪里怪怪的？那个女人呢？已经走了，还给你留了400块的小费，还说您5星好评。不过九爷，您刚才睡的可真香，这么严重的失眠障碍，怎么突然就好了？立刻调监控，我要那个女人所有的资料。只有6年前那个女人身上的味道，才第一次让我睡得安心。这个贱女人，嫌老子给她钱不够吗？吃了药还敢跑？现在老子一定要玩死你！什么人这么吵？是咱们穆氏集团地产部的穆大人，听说最爱玩女人，尤其是这夜色会所的女人，他玩的可花了。你好帅呀，让我亲一口。原来这女人是会所的小姐，真骚。那个女人不用查了。明白了，九爷。彤彤，你哪来的车？妈咪，回去我等，跟爸总说完叫叫就得立刻跑呀，这样才能欲擒故纵，让爸总爸爸心痒痒。这都在哪儿学的乱七八糟的？我是说这车。哎，彤彤可真是个孝顺的乖宝宝。这男人怎么那么像6年前那个牲口？不要过来！对不起。算了，肯定是我看错了。彤彤，你怎么了啊？你怎么睡这儿啊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2号爸爸为什么没来找妈咪？彤彤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啊？妈妈带你去医院啊！我知道了，一定是灰姑娘没有留下水晶鞋。什么水晶鞋？妈咪，彤彤没事，你就放心去上班好啦。今天彤彤就不陪你上班啦。 6年了，你到底在哪？你这小家伙，终于舍得出现了。2号爸爸，我妈咪也有一个跟这个很像的耳环呢。这耳环，这花纹
竟然一模一样，难道这孩子的母亲真的是6年前救我那个女孩？你妈咪在哪儿？快带我去见她。你现在知道着急啦？之前我和妈咪等了你好久好久，你都没出现呢。对不起啊，让你们等了这么久。不过你为什么一直叫我2号爸爸？因为我要给妈咪找364个老公啊，1天1个，剩下1天正好陪彤彤。364个？那1号是谁？陆叔叔呀，他对我妈咪可好了，之前我妈咪没法照顾我，还是陆叔叔把我带大的呢。你有我一个爸爸就够了，我一个人能顶364个。你妈咪在哪儿？带我去见她。行吧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200根棒棒糖，我就让你见我妈咪。吃这么多棒棒糖，你牙会坏掉的。你要不要老婆吧？2号爸爸。成交。这还差不多。九爷，你找我。拿去。帮我跟这个女孩做个亲子鉴定。2号爸爸，待会儿我把妈咪送进咖啡厅了，她穿着白色的外套，你赶紧出现，给她一个惊喜哦。备车。妈咪，彤彤想喝咖啡。彤彤，咖啡可不好喝哦，它涮过水呀。你最爱喝涮过水嘛。那你在这等我，我去给你买，好不好？啊。妈咪和2号爸爸约会，彤彤就不当电灯泡啦。他穿着白色的外套，你赶紧出现，还一个惊喜哦。对不起，我来迟了整整6年，这一次我一定会把你送上天。有事。小东西怎么突然要喝咖啡啊？这2天他也奇奇怪怪。白色外套，白色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是你？这不是会所2号小鸭子吗？打扮的这么骚包，不会是来接客的？这不是内保会所的小姐，难道她知道我的身份，故意来扯难受？你跟踪我？我跟踪你？大哥，我先来的，我跟踪你，你有病吧？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是不会喜欢你。说吧，想要多少钱？拿了钱那就赶紧滚，以后别再纠缠。付款码。我可不要你的钱，毕竟你这钱啊，都是你一宿一宿赚出来的。哼。活那么差，还好意思出来当鸭子？一个出卖身体的女人竟然敢污蔑我是鸭子，她怎么敢？孩子的母亲没来，难道孩子孕怀？妈咪，你没碰到什么特殊的人吗？没有，碰到一神经病。神经病？那肯定不是2号爸爸，难道他又没来？太过分了！你嘀嘀嘟嘟什么呢？走，回家了。说吧，想要多少钱？拿了钱那就赶紧滚，以后别再纠缠。暖暖，滚！姑奶奶，对不起，我是真没想到穆大人那家伙能有这么畜生啊！哎，我是来给你说好消息啊！哎，是个私家别人装修设计的活，5000多平，这活要是谈下来，可不是个小数目呀。彤彤的手术费还差一大笔钱，如果能接下这个活，那手术费就能付齐了。行，看在彤彤的面子上，我就再相信你一次。你要是再敢坑我，我就把你打出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既然是我老客户，绝对靠谱的。
一会儿彤彤醒了，你帮我送到陆哥那里，等我拿下这单子就回来。没力气。万一妈咪又跟上次一样，遇到坏人怎么办？不行，彤彤得去保护她。九晨，这是奶奶给你准备的婚房，熟人推荐的装修设计师，这人马上就到了，你们先聊着啊。我知道了，奶奶。我现在就去把莎莎接过来。你好，请问这里是？哦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又是你，怎么还找上门了？天哪，这是你家啊！没想到干你们这行还挺赚钱啊。与你无关，你立刻离开，不然我马上叫保安了。这一单为了彤彤，我一定要拿下。对了，老秦不是说老客户？哎呀，别呀，都是老客户了，你先试试嘛。老什么老客户啊？你好帅呀，那我亲一口。我警告你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威胁我。老客户啊，才会越来越有默契的。什么默契？要点脸！又是个女人，简直是阴魂不散。陈哥哥，你对我们的婚房还满意吗？你看这庭院多大呀！走，我带你去看我们的房间。哦，看来这女人才是别墅的主人。2号是傍上富婆了。哎，你就是这里的女主人吧？我跟你陈哥可是老熟人了。谁跟你是熟人啊？你他妈谁啊？啊！这金主怎么这么暴躁？坏女人，还欺负妈咪，恨死！陈哥哥，对不起啊，我忘了你有洁癖。坏女人，我要代表月亮惩罚你。陈哥哥，我去一趟洗手间。大功告成，剩下的就靠妈咪你加油啦！你先走吧。真的不能再试试吗？虽然我不想说，但是我最近真的很缺钱。保安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叫什么保安啊？我走就是。看来又得去找别的客户。又想找客户？你怎么这么贱？我找客户就是贱了，赚钱又不丢人。我。你有病啊你！这不就是你想要的？我想要你大爷，神经病！刚刚我为什么会控制不住自己去亲了你？难道是因为他的味道？太像6年前那个女人。妈咪，怎么样？今天有遇到开心的事了吗？我都帮到这儿份上了，2号爸爸一定把妈咪拿下了吧？对不起，彤彤，是妈咪没有。你放心，妈咪一定会努力把你病治好的。妈咪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咪，最有用的妈咪。别哭，彤彤会保护你的。走，妈咪去带你吃好吃的。竟然敢把我妈咪惹哭，2号爸爸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2号爸爸，你怎么这么废呀？给了你这么多机会，你都拿不下妈咪，再折腾下去，彤彤就没有时间了。什么没有时间了？彤彤身体不好，快上天堂了，所以才要给妈咪集齐364个爸爸呀，替彤彤陪着她。什么？彤彤不要你这个2号爸爸啦，彤彤现在就去找别的爸爸们。彤彤，彤彤，去市医院，快！九爷，要不要先联系孩子妈妈？彤彤，你又去哪儿了？你身体不好不能乱跑，不知道吗？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？彤彤现在流鼻血遇到了，我们在去市立医院的路上，我们在那儿集合，快点！啊，好的好的，谢谢你啊，我立刻过去。彤彤，彤彤，彤彤，你
您是孩子的父亲是吧？孩子得了急性的血液病，需要立即抢救，您马上准备输血。其实我还不太确定是不是孩子的。我都调取血库档案了，整个江城只有您和孩子的血型是一样的。您不是孩子的父亲，还能是谁？什么？你是说我跟小女孩的血型是一样？是啊。彤彤果然是我的孩子，我有孩子，我有孩子了。医生，麻烦你抽我的血，无论抽多少都可以，一定要救活彤彤。好的，您放心，这边。彤彤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医生，刚才送过来那个女孩在哪个病房？别呀，都是老客户了，你先试试。做生意都做到医院了，你到底要不要脸？到底要不要脸啊？你不做我的生意，还不让别人做了，你真是有病！彤彤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妈咪这就来了。医生，等等我！把这个女人丢出去。是。干什么？虽然我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了你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我求求你，你放了我好不好？这个女人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廉耻，是惦记着勾搭男人赚钱。我求求你，把她丢出去，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她。有一种悲伤，是你翻过。患者家属来了没有？彤彤的妈妈来了没有？彤彤的妈咪。什么？我是彤彤的妈咪。什么？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你是孩子的妈咪。医生，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女儿。 6年前城北会所，你是不是陪过一个男人？他怎么会知道？难道2号真的是那晚的人渣？说呀！九爷，好消息，您和这个小女孩的 DNA 亲子鉴定报告出来了。什么 ？DNA 报告显示，您和这个小女孩没有血缘关系。不可能啊！整个江城只有我和彤彤的血型是一样的，而且为什么我会很高兴成为她的2号爸爸？程家，我对她就是有种天然的亲近感。你绝对不可能是孩子的母亲。说，她的亲生母亲在哪？够了，你别发疯了！我就是孩子的母亲。这不可能。那孩子的亲生父亲？孩子的父亲？不要过来！那个人渣根本不配做彤彤的父亲。6年前我生下彤彤的时候就已经死了，现在坟头草都已经90高。看来都是巧合。这种谎话连篇的女人，怎么可能是6年前善良的她？既然这个孩子跟我没有血缘关系，那我就没必要救你。什么？2号？不，九爷，我求求你了，你给彤彤输血吧，不然她会死的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你要是不帮我，我就报警说那天晚上是你在会所强迫的我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你在威胁我？求你了，九爷，只要你能救彤彤，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。为什么看到他这样，我心里会这么痛？好，但你要记住，救彤彤可不是无偿。谢谢，谢谢，真的太感谢你了，谢谢，谢谢。还好我提前让人把 DNA 报告给改了。安暖，你不知道6年前的人是穆九晨，更不知道穆九晨就是你老公，就等着被我一点点玩死吧。彤彤的病情算是暂时稳定，但是血液病的复发率还是极高的，您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医生。彤彤，别调皮，你刚做完手术，得好好休息，听到没有？妈咪，小手术而已啦，你忘了彤彤小时候那会儿就经常进医院啦，有什么好怕的呀？都怪妈妈，没有好好保护好你。才不是呢，妈咪是最好的妈咪。等彤彤到了天堂以后，还会有更好的小宝宝来当妈咪的孩子哦。
不会有别的小宝宝了。妈咪只有彤彤一个宝宝，彤彤要当妈咪一辈子的孩子。彤彤，妈咪一定会治好你的，不惜一切代价。这次肯定把2号首富爸爸拿下了吧，哼哼。奇怪，2号爸爸怎么没来？妈咪，彤彤下午就可以出院了吧？2号爸爸会来接我们吗？2号爸爸，求你了，九爷，只要你能救彤彤，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。但你要记住，救彤彤可不是无偿的。彤彤乖，你听妈咪的话，以后不能再跟2号爸爸有接触哦。可是2号爸爸是彤彤给妈咪精挑细选的好老公哎，是首富。首富？这年头做鸭子还能成为首富？彤彤，你听妈咪的话，你相信妈咪，2号爸爸就算是把自己累死，也不会成为首富的啊。可是，乖，妈咪去接个电话，你乖乖等我啊。喂，妈，有事吗？楠楠，你弟弟出事了。2号爸爸明明就是首富，为什么妈咪不承认呢？我知道了，是2号爸爸表现不够好，妈咪嫌弃他。2号爸爸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有人骂我，一定是那个该死的女人。穆总，你没事吧？我已经调查过了，这彤彤啊，确实是安南的女儿。那种女人怎么可能生出这么可爱的孩子？穆总，我们是不是误会安小姐了？其实吧，我一直觉得安小姐原来不错。闭嘴！是。你拿这些小孩的东西干什么？啊？这不是你让我买的，说是送给彤彤的康复礼物吗？我不记得了，肯定是你听错了。那礼物还送吗？既然买都买了，你说呢？这穆总还真是口是心非啊！啊2号爸爸换谁好呢？有啦！嗨，奶奶！这老奶奶一看身家就不一般，孙子肯定也优秀。2号爸爸就选他孙子好啦。等等，这孩子怎么长得跟九晨小时候一模一样啊？孩子，你刚刚叫我什么？彤彤叫您太奶奶呀。难道这小姑娘是九晨的孩子？彤彤叫您太奶奶呀，妈咪说这是礼貌。啊，还以为我要抱重孙子呢，原来只是个误会。太奶奶，您这么漂亮，肯定有很帅很帅的孙子吧？啊，对，有个孙子。九晨那臭小子，确实长得人模狗样的。那太奶奶，他要漂亮老婆不要，娶大送小哦。啊？妈，安晴又惹什么祸了？你弟弟跟人打架，小孩子下手没轻没重的，一不小心就把人给打死。哎，不过没关系，对方说了，只要给赔偿2个亿，就不用你弟弟偿命。暖暖，你赶紧给妈打2个亿。妈，那是2个亿，不是200块，我上哪找这么多钱去？嘿，你现在说没钱，你个小贱人！3年前你给你弟弟爷种治病的时候，你怎么拿出来那么多钱呢？现在到了你弟弟这儿，你说你没钱？3年前，是我把自己卖到穆家出席，才换回来彤彤治病的钱。这里是1000万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蛊惑我爷爷逼我跟你结婚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，3年之后，你必须跟我离婚。我告诉你，你不拿钱，我就把你6年前被人强奸生野种的事儿捅到你公司去，让你没脸做人。对了，还有那个小野种，我也一起弄死。你不救你弟弟，咱们就同归于尽。不要，妈，我会想办法筹钱的。 3天内，你要是不把你弟弟保释出来，我就把那小野种给你弄死。
2个亿，我上哪找这么多钱？叫医生！医生，他怎么样？你是病人老公啊？哎呀，你怎么对自己老婆一点都不关心呢？她都发烧3天了，你现在去给她准备点粥喝，等会儿要输液。好。穆总嘴上说着多讨厌安暖，结果身体还不是很诚实。嘿嘿，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吧。真是越看越像九成小时候的样子。楠楠，你个臭小子，你有没有在外面乱搞啊？比如搞出个孩子什么？爸爸，彤彤终于找到你啦！可惜，彤彤不是我的孩子。没有，我不可能在外面乱搞，更不可能搞出孩子。乱搞都不会，长这么帅有个屁用，有钱有个屁用，像废物。奶奶为什么突然开始骂我？是杨天救的我吗？杨天，醒了，谢谢你了。哎，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暖暖，你怎么搞的？才把自己整到医院来了？我弟跟人打架了，把人打死了。啊？他是混，但是他没有胆子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他绝对是帮人做了替死鬼。你帮我查查。你弟胆子这么大，你先别担心，我找关系疏通一下。哎，还有杨天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没问题啊，借多少？2个亿。什么？2个亿？2个亿，对方让赔2个亿才会留安庆条例。暖暖，2个亿我确实没有。如果我把我现在的公司卖，再加上这些年的积蓄，也许差不到口。你别管了，我现在就去处理。哎，别，我开玩笑的，200万，我凑一凑就行了。哎，你吓我一跳，200万还是小意思的。那帮我弟疏通关系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行，放心吧，你好好休息，我现在就去。谢谢。2个亿，我上哪去筹2个亿？对了，还有那个小野种，我也一起弄死。你不救你弟弟，咱们就同归于尽。彤彤，我买这么多好吃的，2号爸爸的位置就留他孙子好了。彤彤，你妈咪让姥姥接你回家。快接电话，彤彤。彤彤。彤彤，彤彤，你在哪？别吓唬妈咪。喂，妈，彤彤是不是在你那儿？没错，彤彤就睡在我身边。你只要在3天之内救了你弟弟，我保证把彤彤完完整整的给你送回。坏了，果然又想欺负妈咪了，还想拿我要挟妈咪。哼！你还啰嗦什么？我不管你是卖身也好，还是卖肾也好，你哪怕把全身的零件给我拆了。坏姥姥敢欺负我妈咪，你等着！只要在3天之内凑够2个亿救你弟弟。3天时间已经快过去1天了，如果明天再不给我好消息，就别怪我对你的宝贝女儿不客气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你千万不要伤害彤彤，我求求你了。行了，别跟我废话了，救不了你弟弟，就等这个小野种收尸吧。人呢？他妈的，刚还在这儿，这个小野种去哪儿了？果然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。现在妈咪一定很担心我，我得赶紧联系上妈咪才行。那个小野种聪明得很，现在一定想办法去找安暖。我现在就去医院大门口守株待兔。救不了你弟弟，你等这个小野种收尸吧。彤彤不能出事，一定不能出事。现在能拿出2个亿救我弟弟的，只有他了。我名义上的老公，首富，
穆九成。总裁嘴里说着不在意，结果开车1个多小时买了富华阁的粥，8888一份的粥，那得多好喝呀！安暖换病房了。听说她被她老公带走了，估计是新婚小夫妻吧。听说感情可好了。您是病人家属吗？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。穆总，安小姐出院了，这么老贵的粥怎么办？丢垃圾桶。这吃醋的男人可真可怕呀！哼，扔什么垃圾桶？扔我嘴里！喂，哪位？喂，是我。您是你老婆？这声音怎么听起来这么像安暖？看来是我听错了，安暖那个女人怎么可能是我老婆？奇怪，怎么没动静了？穆先生，喂，穆先生，你能听到吗？喂，穆先生，你能听到吗？喂，奇怪，信号这么差吗？一会儿再打一个吧。假如放下一切，反复这场游戏。安暖，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？是你，安小姐，你是特意来接我的吗？九成哥哥，抱歉，我有洁癖，请你离我远一点。那正好，这是九爷亲自给你买的粥，8888呢，给你。哎，打工狗跟这种有钱人吃的东西，果然是有缘无分。你别逗了，他那么讨厌我，怎么会给我买粥啊？还是这么贵？哎，你要是不信，我也没办法了。哎，不过安小姐，你真的结婚了？哎，看来九爷是没希望喽。这不是九爷的电话吗？喂，哎，安小姐，他真的在跟九爷打电话，他俩又什么时候搞到一块儿？安小姐在打电话，而九爷刚好电话响了。奇怪，怎么不接电话？九爷，谁的电话？爷爷当年逼我娶的那个贪财女。是夫人打的电话。刚才给九爷打电话的明明就是安小姐，为什么九爷说是夫人给他打的？难道安小姐就是九爷的夫人？我总在每个黑夜想你，就像自己傻得可以，没懂得珍惜，那么轻易丢了你。奇怪，这男人怎么那么像二号鸭子？不行，我要立刻联系穆九成。安暖那个骚狐狸啊，真是死缠烂打。九成，一直跟着我，这么闲呢？我是想告诉你，我弟弟他被人害死了。虽然他只是个私生子，但是一直被我爸爸当继承人培养。我爸爸就他一个儿子，他一把年纪了，现在是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哦，那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之前不是化名叫穆九，跨行当过律师吗？至今都是律师界的传奇。我想让你帮我弟弟讨回公道。谁弄死他？一个叫安行的小混混，他的姐姐你也认识，她叫安暖。安暖？怎么哪里都是他？
这个小混混，小小年纪就害死人，手段极其残忍，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家教能教出这种孩子。还好我早有准备。这是200万，今晚12点夜饮酒猫，把那个白大伟给弄死，再推到那个叫安行的小混混身上。您放心。啊，你杀人了？没有，不是我大哥，我棍子都没碰到他。你们要相信我，你们要相信我呀！啊，这个，哎，白小姐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全部搞定了。我听说他那个姐姐也不是什么正经人，现在到处去找他之前的老客户，帮他弟弟脱罪。别呀，都是老客户了，你先试试嘛。老客户啊，才会越来越有默契的。真是恶心至极。秀晨，我弟弟真的死得太惨了，你一定要帮他讨回公道。那你想我怎么帮你？自然是血债血偿。安暖，敢跟我抢男人，我让你全家死光。好，这官司我帮你打，你先走吧。可是什么可是啊？滚！滚呐！秀晨对我这么不耐烦，一定是安暖那个贱人。等我弄死你弟弟，下一个就是你。穆先生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说，请您先不要挂我电话。说。我想跟你借2个亿。哼，你借2个亿？对，我一定会还您的。一个为了1000万就可以出卖自己的女人，一个结婚3年从未联系过我，3年之后一个电话找我要2个亿的女人，你凭什么会觉得我会借给你钱？对不起，穆先生，我知道跟您借钱还借这么多真的很不要脸，但是现在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，我真的非常需要这笔钱，我求你了，你就当是这3年看到我有好好照顾爷爷的份上，有好好为爷爷养老送终的份上借给我吧。奇怪，这女人拜金又不要脸，可我为什么会这么信？够了，钱可以给你。真的吗？穆先生，太谢谢你了。但我有个条件。只有拿到2个亿，才能把安行救出来，我妈才会放了彤彤。什么条件？你说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。你必须先跟我离婚。穆先生，我肯定会跟您离婚的，但是我现在真的很需要这笔钱，你把钱先打给我，我们再去离婚，可以吗？我发誓，钱一到账，我立刻去跟你离婚。行，我立刻安排人给你打钱，你记住你说的话。安小姐可能是九爷夫人的事儿，我要不要告诉九爷呢？九爷，立刻给那个女人打2个亿，然后安排我跟她离婚，越快越好。是九爷，九爷，这怎么就要离婚了？那我就没必要告诉九爷了吧？坏姥姥竟然还会守株待彤彤，彤彤这么久没回去，妈咪一定急坏了。哎呀，是那个不中用被淘汰掉的2号首富爸爸，他肯定能救彤彤。不中用爸爸，不中用爸爸。哎呀，气死彤彤啊！关键时刻掉链子，真是不中用啊！2号爸爸，有谁能来救救彤彤啊？怎么那么像那个小野种？小杂种，等老娘逮到你，扒了你的皮！太奶奶，你来救彤彤吧！哎呦，我的乖乖呀，谁敢欺负我的大宝贝呀？太奶奶呀，就帮你收拾他。就是她，坏老女人。奇怪，刚刚明明看到那个小杂种在这里的。好大的胆子，
竟然敢骂我的大宝贝儿！立刻安排10个保镖。太奶奶，不用麻烦保镖叔叔，彤彤有办法。啊，我的小天才彤彤有什么办法呀？小畜生，跟个狗杂碎一样，还挺能跑。这谁他妈扔的香蕉皮？摔死了！哎呀，我的小彤彤真是个机灵鬼儿。快让你们摔个小狗吃粑粑。劳斯莱斯，这车得好几百万呢，这肯定是有素质的有钱人，不可能丢香蕉皮。这谁他妈扔的香蕉皮？坏狼女人摔得好像老乌龟啊！还笑死我了！我不可能在外面乱搞，更不可能搞出孩子。彤彤，你要真是我的重孙女儿，该多好啊！不中用呀，臭小子，真是不中用啊！谁在骂我？九爷，那2个亿已经打给打给那个女人了。好，那你尽快联系他，办理离婚手续，越快越好。是。支付宝到账2亿元。太好了，穆九成真的把钱打给我了。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晦气！一碰到这小畜生，准没好事。安暖，他怎么打电话过来了？难道那个小杂种跑回家了？干嘛什么2个亿？楠楠，你说什么？2个亿你已经凑到了？筹到了？这么快就筹到了？2个亿，你没搞错吧？对，不多不少，整整2个亿。还是我的女儿有本事，这么多钱一下子就搞到了。那你什么时候把彤彤送回来？哦，看来那个小畜生还没回家，安暖还以为他孩子在我手上。嗨，我是彤彤的姥姥，她在我这儿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行了妈，你没有必要假惺惺了。你把彤彤送回来，我把钱转给你。安暖这么快能拿到2个亿，应该是傍上有钱人。这个摇钱树我可不能松手。行，你先把你弟弟救出来，等他安全，我就把彤彤给你送回去。你说话算话。哎呦，楠楠，我可是你亲妈，你这都不放心？哼，到时候再找安暖这个小贱人多敲一笔钱，留着给安心娶媳妇儿、买房子。妈，救我！别慌，儿子，妈已经帮你把钱筹到了。真的吗？那可是2个亿啊！你嫌那个赔钱货给的，他现在可是咱娘俩的印钞机啊！回头啊，再让他随便给咱娘俩搞几个亿花花。儿子，你不是喜欢那个女明星吗？叫于蜜是吧？到时候啊，咱就娶她，然后啊，咱县城的房子，咱就买10套，不100套。到时候啊，足够咱娘俩下辈子吃香喝辣的。我不要房子，也不要女明星，我现在就要出去，你快把我从这个破地方弄出去吧！我真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。妈现在就去找白莎莎，我现在就让她去厕所。好，你等着啊！妈，你快点，你快把我弄出去吧！白小姐，你让我筹的那2个亿，我已经筹齐了。你看，你什么时候撤诉呢？什么？安暖不可能有这么多钱，难道是穆九成给他的？安暖这个贱人！白小姐，你这是……我什么时候说过，拿2个亿就换你儿子的命？您昨天刚刚说的呀。哦，那我现在反悔了，怎样？你咬我呀？白小姐，安心他还年轻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他跟你无冤无仇的，你行行好，你就饶了他吧。2个亿不够，你可以再加呀，我让安暖去弄。不提安暖还罢，一提他我就一肚子火气。
你就等着法院传唤吧。裴小姐，我求求你饶过我儿子一命吧！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我儿子活的呀！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活？那你就去死吧。裴小姐，怎么妈那边还没有消息？妈，彤彤呢？我说了，把你弟弟救出来，我就把那小杂种还给你。2个亿不是已经打给你了吗？你去赎他呀！反悔了？什么？妈，安行是你的宝贝儿子，你为了钱连安行的命都不要了。我说是对方反悔了，还不接受和解，他们还找了个从未败诉的顶级律师，一旦开庭，安心必死。安娜，我儿子要是死了，我就把你那个小杂种一起弄死，给我儿子陪葬。你敢？你动我女儿，你下你试试。我还有什么不敢？我儿子都要死了，我还有什么不敢的？大不了大家一起死，反正老娘也是贱命一条。妈，安行是你儿子，难道我就不是你的女儿吗？你少给老娘来这一套！你想要那个小杂种活，还有一个办法，去找对方律师。我打听过了，对方律师叫木九，是个男的。木九，妈，我压根就不认识他，他怎么可能听我的？你少他娘给自己装清高，你是勾引他，跟他上床呀！老娘把你生的这么好看，就是让你干这个，还他妈的让我给交了。你生我就是为了干这个。从小到大，你的眼里就只有安行，即使他嚣张跋扈，一直惹祸。从上初中开始，我就被你逼着打工赚钱，我赚的钱全用来你给安行擦屁股了。你个赔钱货，给你弟弟花点钱，不应该吗？胡女士，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和你的儿子擦屁股。这件事情之后，你就当没生过我吧。反了你了！敢这么跟我说话，老娘生了你，给了你这条贱命，就应该管我一辈子。是安小姐吧？你好，哪位？这声音果然是安暖呀！安暖果然就是九爷的夫人。安小姐，我是穆总的特助，请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办理一下离婚啊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有10万火急的事情要去做，1分钟都耽误不得。麻烦你给穆总说一声，离婚的事情我改天一定办啊。喂，安小姐，这安小姐也太不靠谱了吧？怎么？好了？是，夫人说她今天有特别重要的事要去做，1分钟都耽误不了，然后就挂电话了。不过她说改天一定和您离婚。这女人突然反悔，肯定是想恨我，贪得无厌，撒谎成性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明天一定要让她过来跟我离婚。你连这点破事都办不好，你趁早辞职滚蛋吧！啊，是，九爷。你好，请问是穆律师吗？2号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还真是阴魂不散。真巧，咱俩还挺有缘分的哈。你也来这儿办事啊？我住这儿。住这儿？这大别墅不是穆律师的？你打算一直站这儿？天哪，2号这是和穆律师住在一起了，这接受度可够广的耶。谢谢啊，好一摞，渴死了。你怎么给我倒了酒啊？我给自己倒。你说什么？2号，你给我倒的什么酒啊？我头怎么这么晕？算了，你来找我干什么？嗨，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是来找穆律师的。啊，不过是人命关天的正事，你可不要吃醋啊！你在胡说什么？
我明白了，医院那一次我明白了。你的内圈保镖，你到底明白什么呀？穆律师是个好男人。他是不是好男人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穆律师宠你啊，他还给你配了那么多保镖，比你上次跟那个暴躁女人强多了。像穆律师这样的好男人可不多了，你可一定要珍惜。我珍惜什么？我要是我也有穆律师这样的好男人，该多好啊！这女人在说什么？这是在跟我表白？坏了！干什么啊？一大早一惊一乍。那个穆律师没看到吧？他不会误会我跟你有什么，然后吃醋吧？天哪！安诺，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！你胡言乱语什么呀？都怪你这个小鸭子，给我倒了那杯酒。那杯酒是我给我自己倒的。再说，等会儿你叫我什么？小鸭子？你们这行对称呼这么在意吗？我没有歧视的意思啊，我就是叫顺口了。那我应该叫你什么？叫南宫光，还是少爷？牛郎？我觉得还是小鸭子顺口。我小鸭子，你也不用自卑。我也挺佩服你的，有职业操守。像穆律师这种大男人的活都接，真是相当的荤素不忌。嚯，接活，荤素不忌，好一个荤素不忌。又是这熟悉的感觉，和6年前欺负我那个男人一模一样。怎么回事？他给我的感觉和6年前救我那个女人如此相似。让穆律师看见不好，我是来求他办事的。你求我办什么事儿？求你？你是穆律师？穆九？没错。你真的没骗我？我骗你干嘛？现在律师这行业这么难做吗？连穆律师这种顶级律师都要出来会所干兼职了，那现在还有哪行赚钱啊？老子再跟你说最后一遍，老子不是鸭子。理解，我是不会说出去的，但前提是你得帮我个忙。什么忙？我想求你救救我弟弟，他背了条人命，但是他是被人陷害的。你刚好是原告那边的律师，能不能留我弟弟一条命？我听说他那个姐姐也不是什么正经人，现在到处去找他之前的老客户，帮他弟弟求情。这找老客户竟然都找到我身上，你别做梦了，在法律上我是绝对不会放水的。杀人偿命。别，为了彤彤，我豁出去了。穆大律师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本来原告那边要2个亿去和解，结果他们反悔了，非要弄死我弟。2个亿，安娜要赔偿2个亿，那个女人也要2个亿，而且2个人的声音。我想跟你借2个亿，我求求你了嘛！声音也很像，难道安娜就是爷爷逼着我娶的那个女人？不可能是同一个人。那个女人就算再怎么缺钱，也不可能从事这种不正经的职业，而安娜只是个贪婪爱钱的底层女人罢了。我弟弟他不可能杀人。怎么不可能？像你弟弟这种小年纪就混社会，还经常打架斗殴进局子的，怎么不可能杀人？还有你，一个出卖自己身体的女人，你们全家没一个好动的。不是的，他真的是被冤枉的。你再不撒手，我就叫保安了。安暖，我儿子要是死了，我就把你那个小杂种一起弄死，给我儿子陪葬。你想要那个小杂种活，还有一个办法，去找对方律师，你去勾引他，跟他上床呀。你想清楚了？对不起，这都是为了彤彤。
安暖，你这个卑鄙的女人，你终于还是出卖了自己。为什么看见他流泪，我的心会痛？其实，帮你也不是不可以，真的吗？但要让我跟白家作对，你得拿出足够诱惑的条件。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。那倒不是，其实你的身子我还是很喜欢，但是我是不会喜欢你的，所以你也不要有不该有的想法。彼此，反正我也不喜欢。好啊，还有力气还嘴是吧？那就再来一次。最近怎么总觉得心神不宁的？废物！你想烫死我呀？不好意思，白小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还不赶快滚！那个安暖，该不会又去勾搭九成了吧？不行，我要去找穆老夫人求助去。就是这个坏女人，算你倒霉，撞到彤彤大人手上。大将军，那个女人可坏了，老欺负妈咪，你给我咬她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大将军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四哥，放开我！加油！加油！干得漂亮！这个小杂种怎么会在穆家？难道穆老夫人已经知道这小杂种是九成的孩子了？哟，坏女人，还穿黑色蕾丝呢！真的好可怕，被狗追着呀！被狗追着呀！干什么？不许看！不许看！再看，把你脸都刮了！快啊！是你干的，对不对？坏女人，你怎么能冤枉彤彤呢？你自己长得狗都觉得讨厌，你该反思一下呀！这倒是，大将军脾气可好了，从来没咬过人。听见了吗，坏女人？平时少做点坏事，不然大将军见你一次咬你一次呀！大爷，刚刚大将军肯定是跟你闹着玩的，才会咬你的。闭嘴，狗杂种！你给我住手！住手！穆老夫人，你可要为我做主。做主？哼，我可做不了你的主。这么大一个人欺负6岁的孩子，不嫌丢人？我欺负他？明明是这个小杂种他欺负我。白莎莎，你怎么能当着孩子的面说脏话呢？白家都是这么没家教吗？穆奶奶，是他放狗咬我呀。什么狗？就是这个小大将军的狗。大将军是我养了8年的狗，它从来不会咬人，就算我咬人，它都不会咬人。它真的咬人？不信，你看，它把我衣服都咬下来了。荒唐！太奶奶，这个人可能是个变态，总是露是个屁屁给人家看。警察怎么还不来抓他呀？这狗杂种竟然叫穆老夫人太奶奶，难道穆老夫人真的知道了？奶奶，就是这个小杂种，他设计让狗咬我的。设计？彤彤才6岁。没关系的，太奶奶，彤彤都6岁了，也可以设计欺负40多岁的中年大姨的年纪了。小杂种，老娘才28。莎莎，你太失态了。彤彤是我认的干重孙女，如果你再欺负她，穆家可就不欢迎你了。还好还好，穆老夫人还不知道这小兔崽子就是穆九成的亲生女儿。哎，差点把正事给忘了。老夫人，今天是我失态了，不过我也是有苦衷的。我弟弟他被人害死了，凶手的姐姐还勾搭九成哥哥，九成哥哥有可能还会帮凶手。我弟弟他死不瞑目啊！太奶奶，
这是四喜丸子。哦，这是你捏的四喜丸子呀，看着都香。真好吃。老夫人，你今天如果不帮我的话，我就没有活路了。彤彤，太奶奶要跟莎莎阿姨聊一些大人的事情，你到一边玩去，好不好？乖，听话啊。九成哥哥就是被那个凶手的姐姐给迷住了。啊！坏女人，一定又在骂我妈咪，给你打成个瓜婆鸟。小孩子真活泼啊！我继续给你说，那个凶手的姐姐我调查过了，她就是会所的小姐，只要给钱什么都愿意干，还特别喜欢玩弄男人的感情。她就是奶奶，我继续说啊，说到哪里去了？反正那个女人她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奶奶，你一定要帮我撑腰啊！大将军驾到！小杂种，没完了是吧？放饭！你跟谁俩呢？谁让你对一个孩子这么凶的？这小东西他欺负我。白小姐，从今天你到我府上开始，你就大呼小叫的，真像个泼妇。老太太，我身体不好，最受不了高频噪音，你还是先回吧。不是，老夫人，你听我解释。管家，穆老夫人，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钦点的孙媳妇儿。九成哥哥他在外面被狐狸精勾引，你必须得帮我呀！我孙子一向做事稳重，他自己会有尺度的。太奶奶的孙子，不就是我的2号爸爸？2号爸爸遇到狐狸精了吗？不行，2号爸爸只能是我妈咪的。太奶奶，虽然这个女人坏坏的，但狐狸精更危险。现在头等大事就是要把狐狸精抓住。哎呦，我的彤彤呀是最聪明的。奶奶呀，现在就出发，把那个狐狸精呀抓起来，好不好？太奶奶最厉害了，臭样子！备车，把我送到九成那里。奶奶走了啊！老不死的，合着我给你费了这么大的功夫，都顶不上这狗杂种的一句话。你真的能保住安琪吗？只要你愿意就可以。狐狸精呢？给我出来！狐狸精，给我出来！老夫人，您怎么过来了？姐，九成在哪里？九爷刚刚出门啊。上去收拾东西吧，从今天起搬到我家去住。穆律师，怎么，需要我上去帮忙吗？穆律师，凡事都有一个期限，我想知道，你帮我救安行，需要我陪你多久？3个月，3个月足以让我对一个女人失去兴趣。走吧，就带这么点东西。反正就3个月，带几套换洗的衣服就够了呀。安诺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离开我？带大行李箱？这个小包已经够了，没必要带行李箱吧？不带大行李箱，不准进我家门。这有钱人都什么毛病？这还差不多。那个，穆律师，您刚刚好像生气了。穆律师，你有事说事。第一，只有我们2个的时候，不要叫我穆律师。那叫你什么？叫我的名字。奇怪，刚刚谁敲的门？妈咪，是彤彤。
彤彤，2号爸爸，你怎么在我家？2号，难道说那天晚上你领子上贴的2号？就是你的宝贝女儿贴的。妈咪，彤彤厉害吧？我的彤彤宝贝最厉害了。可惜这个2号爸爸不中用，我已经把他淘汰了。彤彤，不过妈咪别担心，彤彤已经找到了一个更优秀的2号爸爸啦。他有一个特别好的太奶奶，这次就是太奶奶把我从姥姥那儿救了出来，还送了我这么多零食。小孩子吃零食是会长蛀牙的。哼，反正你也不是彤彤的2号爸爸了，我的爸爸，你必须宠我，给我买零食吃。不就是一袋破零食吗？我给你买一火车，只要你还让我当你的2号爸爸。哎，不对，什么1号2号的，我就是你唯一合法的爸爸。不可能，不中用爸爸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反正我可是要给我妈咪找364个老公的。重婚可是犯法的。彤彤听不懂，不中用爸爸，你快离开彤彤的家。你笑什么？没想到从无拜祭的穆律师竟然能跟我6岁的女儿吵起来。彤彤，现在穆叔叔呢，必须要当你3个月的爸爸。彤彤乖，你就当是可怜可怜穆叔叔好不好呀？好吧。要是敢欺负我妈咪，彤彤就摇人过来，把你打个小骨吃板了。你带我跟彤彤来这种地方，不好吧？临时有个急活，我助理又不在，你代班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好歹也是顶级建筑设计师，你让我给你做助理？你再拒绝我，我可不是这意思。毕竟你这种工作性质，我是替你担心。你带着我跟彤彤，多耽误你做生意。哇，这里帅叔叔好多，说不定我能在这里给妈妈凑齐364个老公啦！妈咪，彤彤肚子疼，想拉臭臭，彤彤先进去啦。彤彤，回来你！彤彤这个小丫头，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肚子疼？不走吗？走，走就走。哎，穆律师。我是第一次见穆律师带姑娘来看，这还挽着胳膊，这关系不一般啊。穆律师啊，这位是啊，诸位好，我是2号，我是穆律师的助理。我可不记得穆律师有女助理啊，而且是女的，一看年纪就很小，想不到穆律师还好这口。你们这个圈子的人真奇怪，我也没说错什么话，干什么都盯着我。我呢，在圈子里从来都不用女助理。你说你是我的助理，他们会觉得玩很大，包养小女孩呢。我哪儿小了？老娘是他妹妹好爆炸了好吗？有的时候吧，我真想用胶水把你这张嘴粘上。胶水？抽支烟去啊！对，哎，这里边开门了，咱们出去透透气啊！走，出去透透气。穆律师，这里是公共场合，你能不能不要乱说话？公共场合更刺激。你别乱来！彤彤怎么去卫生期了这么久？我去看看啊。把眼睛闭上。他不会要亲我吧？妈咪，刚才好多坏手给我零食，欺负妈咪的坏小子，打你！我刚才在外面已经找了10个帅爸爸啦。这么短的时间你就找了10个，彤彤，你可真是你妈妈的孝顺闺女。那
那当然，我妈咪超正。彤彤又这么可爱，找364个爸爸，这要分分钟的事儿，对不对呀？要是继续让彤彤说下去，就穆律师那个阴晴不定的狗脾气，保不齐就不管安行的事情，这可不行。彤彤，你误会了，2号，穆律师没有欺负妈妈，是妈妈的眼睛进沙子了，他帮妈咪吹一吹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帮你妈妈擦一擦。唉，你该换个眼影牌子了，这粉都要溢出来。这个狗男人找的什么奇葩理由？分明是故意打击报复。你懂什么啊？我这叫时尚，我故意画的，是吧？对，我妈咪说的都对。穆律师，他们好像回来了，彤彤怎么办？哎，你什么？你怕什么？你别这样，你不要脸，我跟彤彤还要脸呢。你松开我，我是你助理，你好歹爱惜下自己的名声。你放心，他们不敢说出去。穆律师，你们继续。这次找大家来呢，主要是想聊聊白家案子的事情。白家案子的事情，你应该听得很清楚了。整个江州的律师界都已经被白家买通了，所有的证据都会让安行处以死刑。现在除了你，没有人能帮我。你很聪明，我累了，你应该知道自己该干什么。妈咪，你在对部中用2号爸爸做什么呀？啊，他肚子疼，妈咪替他揉一揉，这样痛痛就飞走了。放手。穆律师，你不是说累了吗？累了就早点休息，别明天起不来。2号爸爸不中用啊！穆律师，我说的起不来是起床，不是那什么。不想吵醒彤彤的话，就别说话。穆律师，我只是替身，又不是真的。我要的替身就和真的一样。穆律师，你别冲动啊，这是运气啊。你这是在履行替身的义务。怎么了？你刚刚没有做避孕措施，你有女朋友，我不想怀孕，更不想上位。你要是不愿意避孕，我可以吃药。我没有带过别的女人回家，所以也不会准备这个。不过你放心，明天我会准备的。还有，以后不要再在彤彤面前做这种事情。只要你配合，就不会吵醒你。去看我去。你是这个家的女主，你可以睡在主卧，不过我白天会很忙，我晚上陪你。谁都可以，目前不行，我还不够大。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。2号妈妈，其实彤彤最喜欢你啦。爸爸也喜欢你。为什么他会和我有同样的胎记？喂，总裁，我和彤彤的 DNA 检测报告，你确定是准确的吗？这是我亲自吩咐的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总裁，您是在怀疑什么吗？要是不准确，你就准备一辈子在非洲挖矿吗？是，我立刻重新去查。总裁，白小姐放话了，说谁要敢保安行，就是白家飞碟。安行只不过是个替死鬼而已，你好好查查白莎莎。啊？要查白小姐吗？白大为是白老唯一的儿子，如果他死了，那最大的受益人只有白莎莎了。可是总裁，老太太放过话了，说您跟白小姐3个月以后结婚。你在教我做事？不敢。明明 DNA 检测我们没有父女关系，可他为什么会这么像我？安行被徐宝候审了，秋晨，你为什么要帮他呀？他就该为我弟弟偿命。这里面是侦探查到的资料，
里面有你雇凶杀害你弟弟，嫁祸给安行的证据。这些资料如果被警察查到，你知道你会是什么后果？我没有。九成，你就是为了安娜才帮他弟弟的吧？你该不会是喜欢上那个贱人了吧？白莎莎，你越界了。九成，我们才是全江州豪门公认的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你怎么会喜欢上一个下等女人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只是跟他玩玩，对不对？又是这个坏女人，总来抢我妈咪的老公，让你尝尝回旋镖的厉害。小飞哥来喽，瞄准大屁屁外星人的腚，创你腚！又是这个小杂种，上次是穆老夫人，这次又跑到穆九成这，难道他们开始怀疑那张 DNA 报告是假的？九成，这怎么有个小女孩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对呀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九成，你看他说话多么嚣张，小小年纪说话就这么坏，长大还得了啊？明明是这个大屁股大爷说什么玩完的，我就跟他玩回旋镖创你腚的游戏。彤彤乖，在屋里玩回旋镖呢不安全，要是撞到别人倒是无所谓，但要是伤到你那可就不好了。你先出去玩，一会儿我陪你啊。九成，我还有个会，你可以走了。穆九成，你以为你保护安行这件事情就过去了？你告诉白家所有人，白大为就是安行给害死的。到时候你再干涉的话，爷爷会亲自出面。安行，你是保不住的。白莎莎，你敢威胁我？白莎莎，你敢威胁我？穆九成，我不信你敢杀我。是吗？九成，你把我放了。念在你是初犯，这次我就原谅你。如果还有下一次，白家将会在整个江州彻底消失。都怪安暖那个贱人，6年前就是他坏了我的好事，现在九成为了他甚至差点杀了我。既然你要死赖在九成身边，那不止你要死，你全家人都得给你陪葬。喂，暖暖，你和彤彤在哪儿呢？怎么搬家了？我们在穆律师家。是不是穆九那个混蛋又拿安行的事威胁你了？没有，安行惹上了白家，我妈又是个疯子，现在除了穆九，也没人能帮我了。我现在就过去，你放心，安行的事情我就算拼到所有的家产，我会帮你解决的。林生哥，我不想再拖累你了，反正我就陪他3个月，3个月一到，我们就一刀两断。你在和谁打电话？刚刚的话他不会听到了吧？是我老板。啊，抽烟不？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。不好意思，刚才的电话真的是我明天要去上班了，先提前沟通一下工作。不想去可以不去，我养你。穆律师，你只能养我3个月呢，而且你还是我最大的债主呢。我可没说让你还。我不喜欢欠别人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你不希望我回来？怎么会呢？这3个月里，你是我最尊贵的金主大人，你什么时候走，什么时候回，这都是你的自由。所以你还真把自己卖给我3个月是吧？这家出租。所以呢？3个月之后你打算把自己租给谁啊？这狗男人有病吧？算了，就算是傻逼，为了安行我也得陪他3个月。对了，安行出来了，谢谢你啊。我去给你做顿饭吧，我手艺还不错。比起吃饭，更想吃你啊！彤彤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什么都没有听到。2号爸爸，你可以大胆一点。彤彤，你别调皮，妈妈刚才只是摔倒了，穆叔叔扶住了我。妈咪，你撒
谎，鼻子会变长长的呢。呀，这条漂亮的项链不是妈咪以前戴过的项链吗？什么？这条项链怎么会在木九这儿呢？宝贝，你告诉芭比，这条项链真的是你妈咪的吗？宝贝，你告诉芭比，这条项链真的是你妈咪的吗？唉，我闯祸了。妈咪说过不能提她以前的事，不然以后就不让我去迪士尼玩了。2号爸爸，彤彤就是看着这条项链还眼熟呢，彤彤什么都不知道。宝贝，你告诉芭比，这条项链是不是你妈咪的？ 2号爸爸凶彤彤，彤彤不理2号爸爸啦，彤彤现在就去找3号爸爸、4号爸爸。不行，宝贝，芭比错了，错了还不成吗？这样，我带你出去玩。虚伪的男人只会嘴上说错了，我才不信你呢。那要怎么样才可以吗？彤彤要粉红泡泡。好，我带你去。要是木九真是彤彤的父亲该多好。你在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刚才那条项链，你也有同款对吧？那条项链是奶奶留给我的，怎么会到穆律师手里？穆律师，你这么关心那条项链，是因为那条项链的主人对你很重要吗？你打听这个干什么？好奇罢了。难道他是6年前那个渣男？彤彤是他的亲生女，又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他肯定不是我要找的女人，那只不过是个亮批生产的工艺项链而已。我打算再买一条凑一对。哦，我确实有一条同款项链，只不过6年前丢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有同款项链啊，只是丢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什么时候丢的？在哪丢的？对不起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 6年前会所的丑事，我就别说了吧，不然依着木九小肚鸡肠的性格，肯定又要贬低我。在公园散步丢的。那不是你？什么不是我？穆律师，你在找什么人吗？没事，让彤彤休息吧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你的弟弟只是取保候审，不是无罪释放，你再想想办法，看能不能从他嘴里掏出更多线索。好，我去开车。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。奶奶留给我的项链有一颗珠子裂了，这条项链完好无损，肯定不是我6年前丢的那条，应该只是同款吧。我帮你。谢谢。嘴上说的不要，勾引人的手段倒是一个没提。不要。不要什么呀？你难道忘了这3个月你应该干什么吗？ No， 来吧。安诺，这就是一场梦，你不能心动。穆总，姐，安行这小子被惯坏了，从来都直呼我的名字，怎么突然这么乖了？先是会所南门2号，后来又是律师，现在又是穆总、穆九，到底是什么人？姐，我啥时候能出去啊？这里面的伙食好差。现在是来收集你无罪的证据，你把那天和白大为发生的事情都说一下。安暖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故意抓我把柄，让我出去啊？姐，那天我真的什么都没干，虽然我手里拿着棒球棍，但是我都没碰到他。还有没有漏掉没说的？你千万不要隐瞒，这关系到你能不能早点出狱的事。没有了，该说的都说了。姐，你什么时候和穆总结婚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穆总为了你连白家都得罪了，这难道你不应该嫁给他吗？你别胡说八道啊！赶紧回去吧。姐，你不是做饭好吃吗？这样不对。
让我出去征服一下老总。那个，我弟弟他就是爱胡说八道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这是我刚问出来的线索。晚上给我做饭。你还真信安心说的话？不听话。家里没有菜，我们得去超市买一些。那走吧，我很期待你的厨艺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。安行他从小被父母惯坏了，他见到谁都是嚣张跋扈的。但今天见到你，为什么跟老鼠见了猫一样，好像很怕你？想知道啊，我怎么驯服他的吗？不服那就打，1顿不够那就打2顿。斯文败类，确实像。你不会家暴我吧？你放心，我既没有不良嗜好，也不喜欢家暴。哎，你别动了，头发都被弄了。别弄了，越来越乱。我好担心安行在拘留所再闹出什么事来。我真的很担心安行在这个拘留所又闹出什么事来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他的臭毛病一定会在拘留所里改掉。那就行。哎，对了，你千万别往死里打。怎么会呢？我肯定会给他留口气。我前面的生活真好啊，买个菜能花4分多，就跟我早上买个包子花2块5一样。你干嘛？公共场合。穆副总，你也来逛超市啊？你好，我是穆律师。穆律师好。刚刚穆总的眼神好像想弄死我，难道是因为这个女人？她怎么看着那么眼熟？穆大人可是穆氏集团的高层，他怎么对穆律师这么毕恭毕敬啊？穆律师，安小姐，你们先慢慢逛，我就先不打扰了。哎，不用，我就是最近有点累了，我坐会儿挺好的，坐会儿挺好的。谢谢安小姐，谢谢安小姐。喂，拿好，避孕措施。你干嘛？这男人也太直了吧！这是能随便拿出来的吗？对了，你跟穆副总认识啊？他好像很怕你啊。城西的合作就是我跟他。之前我在穆氏见他的时候，他是这样的。但刚才他见你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。还有，安行见你的时候反应也很奇怪。对了，他叫你穆总来着。所以穆九，你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？你就这么想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吗？倒也没有，就是觉得你很厉害，每次当我遇到麻烦的时候，你总能轻松帮我解决。你要说你是穆氏集团总裁，我都相信呢。如果我说我就是穆氏集团的总裁呢？这家伙没事的，穆氏集团总裁穆九成可是我老公，虽然说没见过吧，但也不可能是他。怎么可能啊？我就随口一说啊，你还真顺着杆往上爬。要我说，你8成是知道了穆大人的不少丑闻吧？我觉得你分析的很有道理。继续。你呢，经常出入会所，业余时间还发愤图强，学习法律，当律师。你肯定知道像他们这种身居高位人不少丑闻，对吧？你猜？当律师真好，居然有这么多机会知道他们的八卦。
想当年我也想学习法律来着，只可惜……可惜什么？虽然我很同情你，可是你未婚先孕的事儿传的全校都是。律师专业是需要情育的，你过不了审查。是个好苗子，可惜呀，被人强迫了。哦，没什么。后来觉得当设计师、画画图来钱快，就学了设计。你就这么喜欢钱啊？这世界上谁不喜欢钱啊？他这么喜欢钱，可为什么却只肯留在我身边3年？难道只是欲擒故纵？干嘛？彤彤还在楼上呢。他找我要了一本限量版的厚黑学，正在上面看呢。你怎么给小孩看这个呀？他自己要看的。他说好对他的362个爸爸做阶层定位，是不是你要求的？你胡说什么？你离我远点，我都没让人做饭。谁叫你做饭的？我奶奶。看起来就味道很好。拜托，你都还没吃呢。因为闻起来就很香。你现在像一个变态。那也只为你一个人变态啊。没事，赶紧帮我端盘子，要开饭了。好。哈密给彤彤做了彤彤最爱吃的大糖酱啊！彤彤，噔噔，你妈咪啊，是提醒你，怕你把你自己最喜欢的衣服弄脏了，所以给你这个围裙。biu biu，干饭使者彤彤来到，千万不要放酱酱哦！放心吧，没问题，来吃吧。我对吃姜过敏，难道彤彤也是姜过敏？是啊，可能是我怀他的时候身体不好，喝了太多姜汤，所以他对姜有点不耐受。给二号爸爸吃。谢谢彤彤。如果穆律师是彤彤的爸爸该多好。不，安暖，你想什么呢？穆九的女朋友是白莎莎，你只是3个月的替身而已。不限额，拿着。这是福布斯排行榜前500名发的黑金卡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因为我有钱，你喜欢什么就去买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，竟然会有黑金卡？明明整个江州只有穆家才有资格有的。穆家，穆九成，难道你是不是穆九成？怎么，有我还不够吗？还要勾引我的老板穆九成？我没有，你别多想。你赚钱的方式，虽然我不是很赞同，但我依旧尊重你的选择。都有无奈的时候，这钱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，我可不能要。做我的女人，钱管够，权无边。你干嘛？我要出差1周，你在家别委屈自己了。去1周，这么久啊？啊，我就随便问问，我不会干涉你私生活的，毕竟我就是你3个月的替身嘛。怎么？我要出远门，你舍不得我？当然不舍得，毕竟金主爸爸随手就给不限额的金卡，当然要抱紧大腿了。你是因为我的钱才想我？毕竟情人爱上金主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喂，好，我现在就出去。对了，彤彤的幼儿园我已经安排好，会有人联系你，安排他入学的。你呢，在家乖乖的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好。怎么感觉我跟穆律师越来越像小夫妻过日子？穆总，您真的要一直留安小姐当你的替身女友啊？你不会是喜欢她吧？你一条单身狗，懂狗屁爱情。穆总这怎么还人身攻击了？他挺好的。哎，可是
您已经结婚了呀，和太太这离婚手续可还没有办完呢。而且这老夫人可跟媒体放出话了，说您要跟白小姐结婚了。你不说我都忘了。这样，你去约一下，等我回国了，就马上跟她办离婚。至于老太太那边，我会跟她解释的。biu biu，干饭使者彤彤来到，千万不要放江江哦。之前做的 DNA 检测报告到底有没有问题？穆总 ，DNA 技术已经很成熟了，几乎没有出错率。检测结果不会犯错，但是人就不一定了。江州第一世家唯一继承人穆氏集团总裁穆九晨传来婚讯，据悉是穆老夫人亲自为他选的未婚妻。狗男人，婚都还没离呢，新锅就沾上。不对呀，要是让穆九晨知道我还没离婚，就跟别的男人住在一起了，我就完蛋了。不是吧？我刚说2句，这站男助理的电话就……您好，太太，我是穆总的助理。您和穆总结婚的时候，我们联系过。我记得，季助理，您说。您和穆总3年的婚期已经到了，穆总希望他从国外出差回来的时候，能和您办理离婚手续。我来和您提前约一下时间。真的？是的。哎，不用提前约，我随时都可以，只要穆九晨能跟我离婚就行。好的。怎么样？听到要跟我离婚，他一定很失望吧？总裁，太太听着挺高兴的。高兴？这欲擒故纵的把戏，倒是和安暖挺像的。太好了，终于要离婚了！季助理，这是送来及时雨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季言，是里面那位的助理。不对呀，这季助理的声音怎么跟穆律师助理的声音那么像？暖姐，这是穆氏集团城北的项目，也交给我们做了。穆氏集团这是怎么了？这要把整个江城的项目都交给我们？喂，在做什么呀？画图。收到我的礼物了吗？杨天应该会给你发奖金，发到手软。果然。可你是怎么做到让穆氏集团给我们这么多项目的呀？我听说穆九晨那个人精可是个渣男，你肯定抓不到他把柄。而且传说中这个人好像有点特殊癖好，不让任何人靠近他。你很不喜欢穆九晨吗？谈不上，只是觉得他都已经已婚了，前2天还传出来婚讯。万一他不是自愿的呢？你这是在替穆九晨证明？假如，我说假如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穆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你要注意劳逸结合。老板剥削打工人，哪有什么意义啊？天天加班狗。要我帮你告杨天吗？好啊，那我得想一想，我得拿多少赔偿金？吃饭了吗？现在高峰期，这会儿订外卖跟半个小时订外卖送来的时间都是一样的。等会儿吧。那你想要吃什么？我想吃世贸商场那家泰国船面，不过他家很牛，不给充10万会员卡，不给外送。好，我给你安排。哎，暖姐，你男朋友也太大方了吧！暖姐，你男朋友也太大方了吧！我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？你说我？对呀，这可是曼谷雨季的泰国船面呀，1人1份，连公司门口的保洁阿姨都有。听说啊，这个泰国船面超级好吃，可这10万元的会员外送门槛可不是谁都能有的呀。是啊，我前几天想约堂食，结果都排到明年了。暖姐，我们可真沾了你的光了。哎，暖姐，你男朋友是不是那个经常来接你的那个陆林深啊？哇，他可是又帅又多金啊！哎，暖姐，我可真羡慕你。下次你们俩结婚了，记得给他发钱。记得钱。老板好。太好了。哎呦，你嘴怎么了？走了，你说走了。哎，这个男人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不能要啊！他竟然把我的船面加了10万的辣椒，哎呀，辣死我了！肿得像香肠。哇！哎，你说这男人的心眼，这个屁点大样！
吃人嘴软，你怎么还骂起人来了？而且香肠不是，而且这辣椒也不一定是他家的呀。说什么话呢啊？不是他家的还能是谁家的啊？成也可是他点的，他就是嫉妒咱俩的关系好，所以故意给我加了10份的辣椒，这可是变态辣，我吃了一口差点被辣死。你赶紧把这男人给我踹了，你够了的给我踹了。踹了，你快去用冰块敷一下吧，不然我老想吃烤肠。安暖，你学坏了你。我好像应该跟他说声谢谢。为什么？暖暖，抱歉啊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？不会啊，有事吗？没什么事，我就是想谢谢你给我点的午餐。笑什么？我很开心啊。开心什么？因为你给我打电话。就这？我一会儿还要开会呢，我先挂了啊。安暖，你平时工作忙，以后你的工作餐我包了。好了，会议开始。你平时工作忙，以后你的工作餐我包了。不用，穆律师。我不喜欢不听话的你。也是，把自己都卖给穆九，说点吃的而已，有便宜不占，王八蛋。你爱的酒店里，我正在包里。刚才的视频是安小姐的，她还真是厉害呀！就一个视频让总裁心情那么好。不过总裁点了一份变态辣的明天，去。安小姐，您的米其林5星午餐到了。安小姐，您的地景下午茶到了。暖姐，你男朋友也太大方了吧！居然给你点的午餐都是米其林5星级餐厅的。地景可是7星级酒店，下午茶也超级贵啊！谢谢。哇，这个穆律师好帅啊！这么禁欲，我的腿都合不拢啊！别骚了，人家穆律师的未婚妻可是白莎莎，人家郎才女貌，豪门童话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喜欢吗？安小姐，您的曼谷里脊午餐到了。放哪儿？哎呀，干嘛？怎么回事啊？看完了，怎么了？你不生气吗？我为什么要生气？你不是跟穆……哎，照片都爆出来了，你就不去问问吗？你觉得合适吗？我跟他只是各取所需，他是我弟弟，我陪他3个月。妈咪，刚才我给2号爸爸打了个电话，却被一个坏女人接了。我要告诉2号爸爸，他想拆散你们，我要打烂坏女人的屁屁。彤彤说的坏女人应该是白莎莎吧？白莎莎陪着穆律师出差了，2个人可真恩爱。妈咪，你是不是不开心了？彤彤这就去打死那个坏女人，谁也别想抢走2号爸爸。彤彤，你听话，我们只是暂时住在穆叔叔这里。穆叔叔已经有未婚妻了，你以后不可以再叫他2号爸爸了，听到了吗？妈咪，可是不是你教我的要迎难而上吗？你看，我、妈咪还有1号爸爸，我们有3个人呢，可以打倒一直缠着2号爸爸的那个坏女人，我们不要怕呢。宝贝，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，有些事不是靠抢就能得到。安暖，穆九一直没回你微信，你应该懂得，这场交易
谁先动心，谁就输了。你还没走？刚才接了个电话。是你的电话？我朋友打到你这里来了。这里你住吧，我再去开一间。九成，穆奶奶希望我们在一起，你可以留下来的。说起你的把戏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之前的结婚新闻就是你怂恿奶奶发布的。可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是不是因为安暖？因为他你才对我这么冷淡？你大费周章的为安行洗脱罪名，也是因为他，对不对？白莎莎，只有我才能决定谁能成为穆太太。我希望你以后见奶奶的时候，先通知一下季言。全都是因为安暖，安暖，我一定要让你死！哎，行了，别喝了，好啊，安暖，你差不多得了啊，不就是赔偿1个亿吗？至于吗？什么人敢诈骗我妈咪1个亿？我用小拳拳捶他胸口！就你这还拳啊？你真是胖臭！来，小孩子多吃饭，少说话。不是小孩子啦！哎呀，真香！哎，安暖，来电话了。林姐，我去上厕所，回来咱们继续第2轮啊！你在哪儿？你就是那个穆大律师吧？赶紧来城北芙蓉街的烧烤摊吧。你和安暖在一起吗？对，他都醉成一条狗了，快，赶紧的！我现在过去。哎呀，继续，那姑奶奶，你怎么又拿了2瓶？别人喝酒要钱，你喝酒要命啊！哎呀，你差不多行了。我还能喝。医生哥，这就是你说的吃烧烤，让安暖喝醉酒，让统统在旁边看着。冤枉呀，林生哥，你知道的，他要喝酒，我哪拦得住他呀？你这边的我白莎莎，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？林生哥，你说安暖该不会是喜欢上我酒吧？暖暖和彤彤交给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我不要啊！我还能喝。哎呀，滚开！别碰我的女人！哎呀，2号爸爸，他是从小照顾我和妈咪的1号爸爸，而且论先来后到，你怎么可以打第1个呢？他才不是什么2号爸爸，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渣。呵呵，1号，如果我当第2，就没有人敢当第1。木九，你装什么装？暖暖给你发消息你不回，彤彤给你打电话，还是一个女人精，你就是个渣男。除了伤害暖暖，你还会干什么？坏人，你要是再敢打我1号爸爸一下，就剥夺你当2号的权利，364号爸爸都轮不上你。彤彤已经认清了你的真面目，木九，够了，放过他们母女俩吧。我看上的东西，谁也别想带走。哎呦，谁呀？让我把你放下来！安暖，我下来，我要回家。哎呀，给我老实点，等我回家再收拾你。放开暖暖！暖暖也是你配叫的。木九，爸比们不可以打架哦，会打坏小孩子的。木九，6年前你骗过暖暖1次，现在你还想骗她，你还是人吗？6年前，6年前安暖发生什么事？陆林神，你疯了！怎么能再接暖暖6年前的伤疤呢？暖暖喝多了会耍酒疯，你照顾不了她呢。彤彤也不喜欢和你一起生活，你放他们走啊！他们是我的人，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对不起哦，1号爸爸，现在妈咪在2号爸爸手里，我得保护妈咪，只能先跟他走。你放心，在彤彤心里，你永远是1号爸爸。
红桥，你知道安暖摊上案子，夏光的案子我会解决。你为什么死抓着他们不放？难道你喜欢上他？喜不喜欢那是我的事。你别忘了，能救安暖弟弟的人是我，能解决夏光官司的人也是我。而你这样的废物就应该滚蛋。安排佣人来客厅，安暖秃了。穆总，是你晚上要佣人离开别墅的，这个点没有佣人在。那你要我怎么办？哎呀，只有你自己照顾安小姐了。哎，说话怎么不说话了，小兄弟？喂，喂，喂，天哪！我刚才说啥呢？穆总可是有洁癖的人，怎么可能照顾秃了的安小姐？擦干净点啊！我有洁癖。安暖，你行啊！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借酒装疯，还是真的醉了。好冷。你好慢呀，我好冷。被伺候就别挑三拣四了。水。什么？水，我要喝水。烫死了，一杯水都弄不喝。你闭嘴！你骂我，我知道了。你外面有狗了，狗男人，我讨厌你。这样你满意了？他刚才说不爱他，难道说的是陆林深？毕竟那个男人能眼都不眨的借他8000万。你以前喝醉了，是那个陆林深伺候你吗？陆林深，对，他是好人，他照顾我跟彤彤。他说我不好，我没可能的。原来是旧情人。你也是好人。给谁发好人卡？别拿我跟那个垃圾比。安娜为什么要改名字？上次项链的事真的只是巧合吗？还有，彤彤吃姜过敏的事情，这个女人到底瞒了我多少次？喂，安暖的过去查的怎么样了？我已经找到了太太的母亲胡翠，了解太太的过去，但是胡翠狮子大开口，还在他办。用安刑逼他就范。是。阿暖，你到底是不是我要找的人？为什么我会觉得你这么熟悉？这是太太。大概。这种粗鄙的女人，就算我中药了，也看不上。我不是在和杨天喝酒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天哪，衣服都换了，难道是杨天送我回来的？彤彤呢？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竟然喝断片了，好像今天周末运不是不上班吗？是杨天送的。杨天，我醒了。难道昨晚是穆九晨带我回来的？你醒了啊？昨天晚上呢，有人发酒疯不肯回家，我伺候他，他不仅对我又打又闹的，还拖我一身。你说这么有能耐的人究竟是谁啊？你说的应该不是我吧？要不要我给你看看录像回放？穆律师，你们做律师的难道都随时拿着手机录像吗？方便随时起诉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谢谢你。
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。你们都消停点吧。穆律师，昨晚的事情呢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应该向前看。阿暖，最重要的事还没过去，你是不是瞒着我什么？什么瞒着你？啊，你说的是户口本上改名字的事情吧？那是我小时候的事了。之前呢是系统录错字了，后来又改回来了。应该不止这样吧？那之前缺失的最后一页究竟是谁？还有，彤彤应该不是陆林深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不是。我一直都和彤彤说，他爸比早就死了，我不能和木九说6年前的事情。木九，你别闹了行吗？之前撕的那一页只是空白页，而且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就安行，我陪你3个月，3个月之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。你怎么还查户口？你就巴不得这3个月快点结束，好跟我撇清关系，去找别的男人似的。是啊，那不然我还要做你一辈子情人吗？难道你想娶我？你希望我娶你吗？木九是在讽刺我，早有预谋，想积极上位。哼，穆律师，我强调一遍，我和你不合适，我也没有想过要嫁给你，您听清楚了吗？还有，昨晚的事，麻烦你了，不好意思。阿暖，你难道对我就从来没有别的想法？没有。Hello， 你昨晚把我丢给木九，今天你还有脸来？天地良心啊，姑奶奶！我昨天晚上是把你交给林深的，我连木九的影子都没看到。哎，你该不会对木九做了什么吧？你怎么不问问，是不是他对我做了什么？哎呀，你酒后太疯了！上次你拉着我去喝酒，喝醉了之后，差点当街把我裤子扒了，还非要跟我来什么千年杀？哼，你绝对对木九干了什么？哎呀，其实做了没事啦，现在大家走后门也是很常见的嘛。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得罪他，一大早冲我发脾气，还摔门走了，可笑。安暖呀，安暖，你绝对是喜欢上木九，不然你不可能这么在意他的反应，更不可能直接抛下林深哥跟着木九走。今天我想吃酱烧牛腱和5柳炸蛋。狗男人，你真当我是保姆啊？还顶上苍了！哼，要不是看他帮我这么多的份上，就他这种人，一辈子都吃不上4口菜，吃屎去吧你！我也想吃。就这么难伺候？我怎么就难伺候了？难道木九还在气我昨晚耍酒疯？那个，我先做饭，有什么事吃完饭再说。妈咪，我吃饱了。彤彤去吹气球玩啦。我怎么不记得什么时候跟他玩气球了？穆律师，你看着我干嘛？你没话对我说了。穆律师，你看着我干嘛？你没有话对我说了。什么人啊？莫名其妙。喂，我是真的想不起来我昨晚是怎么得罪他了。他就问我对他有没有想法，我就实话实说，说没有。本来我们的关系也就3个月，然后他就摔碗撂筷子，还骂我蠢。你的确是够蠢的呀！好好说话，别人身攻击。哎，你真是个雄鹰般的直女啊！我跟你说，男人要是问你对他有没有兴趣，你说没有，他会觉得很没面子的。我好像明白了。和谁打电话？杨天。杨天？你和杨天关系很好，有多好？好到能穿一条裤子。穆律师，我又说错什么了吗？
我昨晚是不是也这样对你来着？安暖，完了，我怎么感觉他更生气了？穆氏，你再叫一次穆女士试试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穆九，小老虎，穆老夫人，我知道你喜欢这些花花草草，特意让人从大马士革订来的玫瑰。白莎莎，你是个聪明的人，你应该知道，强扭的瓜不甜。再说了，我这个人爱干净，眼里容不下那些不干净的。玫瑰是好，但是有刺儿，拿走吧。您的意思是不履行白家和穆家的婚约了？哼，我老了，子孙后代的事情就由他们自己决定吧。大将军上，继续啊！这个部长记性坏女人的屁屁。恶劣，大罪惩罚坏女人。彤彤，你这怎么会？是胎记呀！我妈咪说我一出生就有。啊？那你妈妈呢？赶快让你妈妈来见我。妈妈，快点！那个很疼我的老太太说要见你呢。好，你慢点跑。干什么？你放开！九晨，九晨不好了，彤彤和他妈妈被人绑架了。贱女人和小野种在我手上，你们就等着替他们收尸吧。哎呦，你还说你在外边没有乱搞？我都看见彤彤手上的胎记了，跟你的是一模一样的，她一定是你的女儿。您先别着急，彤彤和她妈妈的事情，我会想办法的。至于您说的彤彤身上的胎记，穆总，DNA 报告出来了，彤彤是你的女儿。上次的报告是假的，是白莎莎伪造的，也就是说6年前救你的那个女孩。郑氏夫人，妈咪，你别怕。只要你答应我，现在报警，告穆九晨6年前强奸过你，我就放了你和你妈。你做梦！我得不到的，你们也别想得到。阿暖，你可别忘了，要不是穆九晨他强奸你，让你身败名裂，你至于改名换姓的跑到江州吗？他是被你下了药，我不恨他。好啊，那我就慢慢的折磨你和你女儿，让穆九晨乖乖的去自首，让你们和我一起看着他身败名裂，让穆家倒闭。九晨，坚持住！九晨，我没事，我们走。安暖，小心！去死！九晨，九晨，你不能有事！我们一家3口才相识很久，你不能有事，你要好好的。这条项链，我一直带在身边。我欠你们母女太多。暖暖，这6年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更不应该隐瞒我自己的身份。我让你们母女受苦，你会原谅我吗？可以，你不能有事，你别。太太，请节哀。哎，接什么爱？我还没死呢。
拜拜。对于你这种精力旺盛的人，需要静养半年，的确需要节哀。我现在就可以证明，我不需要静养。你嫌弃我？对啊，我嫌弃你年纪大了，到时候二胎出生了，怕你这个爸爸照顾不了。你有了？你不想有。